好，我是 Jessie， 也可以叫我麦天天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又重新的出现在了镜头前，来跟大家聊天，也就是我毕业这1年来买的10只包包。毕业前买的一些，到现在呢也卖了不少，来维持生活。所以今天留下来这些都是精品中的精品，喜爱中的喜爱。现在就开始来聊聊我的包包们吧。我最为喜欢的 Classic Flap 的大小呢就是 Jumbo， 因为我个人体积比较大，然后我身材比较魁梧，人也比较高，人也比较胖，所以来说买小的是没那么适合我的。它的尺寸的话呢，这里就是30，然后这里大概是8左右，然后高的话大概是22、23这个样子。那么它这个大小呢，无论是你想说比较正式通勤，还是说你日常用都可以。这里有一个拉链袋，传说中是放谁要的情书的。虽然我没有情书可以放了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拉链袋是没有任何屁用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上盖的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往上塞，地心引力我记得是往下的啦，对吧？比较大的包我是很喜欢这种手拎，但是它本身的链条很长，把它全部拉出来的话就适合肩背，不适合手拎了。所以呢，我会放一个调节的东西，就是调到我想要的长度。Double flap， 外面一个 flap， 里面一个 flap 嘛，2个 flap 中间有一个袋子，然后把多余的链条塞到后面去，非常的实用。第3个口袋呢，就是它正儿八经的中间的这个口袋。它中间这个口袋的话是没有分隔，只有边上的2个大侧袋和中间的一个这个口红袋，它的容量是非常够的，就是把我需要用到甚至不需要用到的东西全部扔进去，也一点都不会挤。它还有一个袋子呢，就是这个袋子呢，我一般是塞票据用的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，因为那里也塞不了什么特别有体积的东西，塞票啊、塞支票啊什么是非常合适的。那么后面这个，像他们本身说这里可以塞点钱给小费啊、给利是费啊，都很方便。我最喜欢塞在后面背带的是手机，一个比较大的，一个比较小的手机，塞在这里面都完全是没有问题。你有新的订单，请注意查收。宝贝呢？用下来的话，我是觉得它的分隔我还蛮喜欢，很合理。然后它的颜色啊什么的我也更喜欢啊。对了，好像我是一直没有说它的颜色哦。我买的颜色是这个荔枝皮的 beige 加上金扣的，就一个比较经典的配色吧。他们经典配色很多啊，什么黑啊、红啊这种。红色我个人觉得是配羊皮是最合适的，但是羊皮的那个 CF 呢，就确实好像不是那么的实用。黑色的话，在我这里看来就多少有那么一点平平无奇了吧，就至少我是不会愿意花钱去买黑色的经典款的。This is just me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应该是属于香奈儿的新经典系列，也就是19。我之前有过一个 Max 的，也不是有过，我现在还有，就是一个 Max 的19，买的是千鸟格的呢子纹，又买了2个，一个是中号的，是它19，它本身整个包的那个特质来说，我就觉得它很休闲。我买的是中号，它的这个底下呢也是30厘米的，然后这个宽的话稍微就应该是5厘米左右，然后高的话也是20厘米左右。比起那个 Maxi 来说的话，这个确实接受度会更高。它的容量对于一个日常出门要背东西，或者说你在有工作需求要买这个包的话，你买一个稍微就是不那么奇怪的颜色，买一个比较朴实的颜色的话，也是很好用的。就13寸左右的电脑啊，然后像是 iPad 呀什么都是可以塞进去的。然后像一些文件什么的塞进去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。那么我这个买的就是一个毛质的，我真的很喜欢粉色和毛质这2个的结合。我之前买的那个芬迪皮卡布也是粉色的毛质的，真的好喜欢。我觉得冬天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所有这种毛质的东西我是特别喜欢粉色，我觉得看起来特别暖、特别 cozy、特别舒服。还有一个特色的话，也就是19上面它的链条是金银跟枪色都会有，就这样子的话，对你自己本身的首饰也不会有那么的挑剔。你戴什么样的首饰，背这个包都不会觉得说好奇怪啊，为什么就是它的五金件跟它身上的五金件，不匹配呢？那么我是觉得，我个人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大小，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大小是我接受度的临界值。比它小的话，可能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小，然后比它大的话就看款式了，可能有一些款式越大越爱啊，就有一些款式觉得可能这种也就够了，就。女人嘛，喜欢大的，有什么好指摘的咯？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一个小号的19，就是这个款式的。这个还当时应该我看到还蛮多，什么公众号也好啊，博主也好，有说到这个包。我觉得这个包放在我身边，我整个人都亮了。就我觉得这个包是很精致，它这样子的一个颜色配色跟那个设计，会让我觉得我背它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精致啊。哪怕我平时私底下什么又爱抠脚又要抠鼻子的，然后背上这个包，我就觉得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身
身上。它的包型是随意的，但是它的这个花色它又是不随意的。它配的是那种比较耐造的牛皮，编织是有那个黑色的绒线，就是棉绒线的 float， 然后它这样子锁住了之后，整一个包看起来的话有一定冬天的厚实感在，但是也不会说显得太过于臃肿，因为夏天用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而且它这个我已经夏天背过了，你也可以看到，我一般裤子啊什么都是深色为主啊，但是它也没有留下什么颜色的痕迹，所以我对于这个包我还是挺满意的。唯一一个不满意的，因为像19的话，大多数19我都喜欢背它这个短的链条，而不是长的链条。然后他们的链条呢又是不可调节、不可拆卸的，所以我在不背长的链条的时候，我会把它的链条塞到它的包里面。可是呢，因为它小，所以在塞到里面了之后，我能装的东西，我不说少了1半的容量吧，少了1/3的容量是会有的，也确实会影响到我放东西。然后加上本来就小的容量的话，就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可能会，我稍微的介意一点吧。这个应该是个季节款，因为我也是2手买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哪一年的款式。它是一个红色的，然后它是一个那种做旧羊皮质感的这么一个包包。它的话呢，最吸引我的地方呢，它又是那种香奈儿比较做复古感的那种五金件。你看这2个扣子多好看，多好看，我超级喜欢。就是我看到这个包的时候，我第一感觉就是它的颜色很扎眼。根据我自己判断出来的来说，就是这么扎眼，然后又比较偏向于复古的一个红色。你无论穿什么衣服，很深的颜色或者很浅的颜色，它挂在身上都很容易抓到眼球。就是我买包求什么？我买包不就求个轰轰烈烈嘛？我买包不就求一个我背上了街，人家跟我来一句好扎眼哦。它的这个款式，你可以看到它边上那个走线就很像他们的一些中古款式的 CF， 就是大概80、90年代的那种斜挎包，我就觉得挺好的，就是现代二手又比较实惠。如果买中古的二手又比较贵，就是买现代二手，用现代二手的钱买了一个中古款的设计的这么一个包包，何乐而不为啊？也是买了不止一个的呢，就是 GUCCI。首先一个呢是他们的老经典玩意儿了，就是 Alexandro 上线以来就开始推出的这个 Dionysus。然后我买的是一个绿色，其实我本来是很想买它的丝绒的，但是我二手市场一个都没找到，就离晒带谱，我就找了一个绿色的，但只能是这个皮质的。我就觉得说只要是绿色倒也还行，不至于太差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什么红啊、绿啊、黄啊，就是戳中我审美点的这么些颜色组。那么这个呢也是戳中我审美点的颜色组，而且它配的这个五金件呢是这种黄铜类型的五金件，我就觉得相当的棒棒。那么我是觉得这个包来说的话，它的缺点其实你基本上在网上搜它的评测都会提到。首先它包比较重，然后的话它的扣不好开。我有听到过有人说它油边很容易掉，但是鉴于我买的是二手，我也没有见到它的油边掉，这个我倒还蛮惊喜的啊。我自己用包的一点经验谈而言的话，像这种风情者的这种包啊，就中间有个隔片的或者多个隔片的，相对于而言，它的装载量就没有一个大敞口的那种要大，就是对于装东西相对限制多一点。正常去开它的话呢，它是旁边有一个按钮这样的摁，然后去把它打开的这种，我就觉得有点麻烦。就是如果是对于有一些做过指甲的，我是不爱做指甲，有些做过指甲的小妹妹来说呢，小姐姐来说的话，可能对于抠旁边的这个按钮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抠。然后还有一点挑个小刺儿，就是这个链条，这个链条的话颜色跟它五金是不匹配的，跟这个马蹄扣是不匹配的，它是枪色，然后这个是古铜色，我觉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突兀了，但问题不大。第二个GUCCI呢，就是它比较特殊的颜色系列吧，它整一个系列除了这个彩虹色的话呢，像这上面的这个 mint green 啊、pink 啊，然后还有这个黄色啊、这个蓝色啊，它都有出单色的系列。但是我是成年人，我不想做选择题，于是我全都要。但是你要我包下所有的包吧，有点为难我的钱包，所以呢，我就选择了这个，就是集好几个颜色于一体的这一款。买回来了之后呢，我觉得我对它的喜爱程度是更高的。虽然说我今天这一身是不好配它，但是按我日常出门的那种什么浅色、彩色，然后糖果色比较多的这个衣橱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搭它真的好喜欢。我觉得颜色非常的明媚，也不是所谓的什么莫兰迪色调的那一种，就是非常灰度很高的。它确实是这种奶乎乎的马卡龙色系，我就觉得它搭上我那些彩色衣服，确实会让我的心情变得特别的好。马梦的其实还蛮多人跟我推荐过，说这个包很好用，它是这种大敞口，里面是绒的，就只有后面一个袋子，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结构。但是也就如刚刚所说的，风情者褶子越多，其实相对而言装东西是越不好装的。对于这种就是单一个大口袋的来说的话，装载量也是真的相当可观的。其实我可以直接说啊，这个包这个马梦我买的这个和后面这个9升，它们两个的装载量
大差不差吧。性价比而言的话，确实是毛梦会比那个9升要好一点。这个呢就是一个大号的 Brilliant， 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又高又壮，1.75米，150斤。然后对于我来说，我这么魁梧的身材，我是不痴迷于小包的，我喜欢大包。它给我感觉特殊的点是，它虽然是棕色，一个平平无奇的棕色，但是它有3拼色的棕色，一个比较肤色的棕色，一个稍微深一点偏黄一点的棕色，还有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棕色。你知道3个臭皮匠它还抵过诸葛亮的，3个平平无奇的棕色混在一起，它就不平平无奇了，跌宕有奇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它是蛮妙的一个包。我唯一不太喜欢他们家的包的就是这个扣啊，确实不太好开，就是一个很优雅的包，有了这么一个扣，我在街上我要拿东西，我就确实优雅那么不起来，我一定要找一个角落，找个咖啡厅啊什么的，然后点一杯东西，还要浪费我几块钱。然后呢，放在那里，慢慢的去把我的东西拿出来。这怎么说呢？所谓这些奢侈品品牌的包吧，我觉得它总是在向人家传递一种尤其是向我传递一个信息：你不精致，你配不上我们。但是就是我这个人也就是包界渣女嘛，就是我买得起你，我就玩得起你，是吧？大包包基本上讲的七七八八了，我们就来讲2个小的包包。巴黎世家的这个Hourglass，这个Hourglass它从出这个开始我就很喜欢，很想买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颜色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了它后来出了这个白色鳄鱼压纹的，我买回来之前我就知道它应该是个小废包，装不下我特别多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它很摩登，非常现代，然后非常建筑，反而我觉得这一点来说非常的巴黎世家。巴黎世家毕竟以前是个建筑师，它不是一个服装设计师，确实还挺符合这个品牌的调性的。但确实它不好收纳，就因为它比较硬，比较大件，然后就不好就去塞，然后就是它确实太硬了，我还被它伤过。为了美，付出了一些血与泪的教训吧。那另外一个熊包包呢，就是来自于波嘎的。珠宝那些确实买不起啊，但是包包那些的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包更多的是像一个 Vogue， 而不是像一个正儿八经的大背包。首先的话，你看啊，它那里骚得很，它那里是这种死亡芭比粉色的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口袋，中间有个小口袋，后面有个小口袋。它这3个位置呢都是卡的位置，它就不像是一个很典型的 Vogue。很多的 Vogue 对我来说我不太能够接受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喜欢用钥匙包的人，就会不能用 Vogue， 因为 Vogue 是没有地方给我去塞钥匙包的。这个包的话呢，对于我来说，它该放的东西都能放进去，就是什么手机可能勉强了一点啊，但是像卡呀，然后像我的钥匙啊，像我的墨镜啊什么的，都可以往里面塞一塞，它都是塞得下的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能够接受的 Vogue 的标准，就我该装的东西装下了，其他的空间你可以不给我，但是钥匙、手机、卡、钱，还有我出门也许会带一个纸巾、一个墨镜，这些东西装下了，它才是一个合格的 Vogue， 好吗？好了，到了今天最后一个包包，爱马仕，不确切的算是一个 Birkin 的系列，它是 Birkin 收的。容我给大家简略的介绍一下它，这里40厘米，这里15厘米，这里20厘米，它的这个重量呢，大概1公斤左右，颜色呢是柠檬黄，它按理来说是一个肩包，但我不觉得它是个肩包，因为这个包如果当肩包就太离谱了。你见过肩包要这么背的吗？正面看觉得还行，是不是？知道的再背一个 Birkin 收的，不知道的，包里背着个火箭要去发射了的。我也是今天比较做作啊，要拿出来拍视频，我才给它这些东西全部给它装好了。平时我是怎么样装它的呢？把这个锁小心的打开，把中间这个环扣呢转90度，再把这2个揪揪打开，拎出来，把前面这个盖儿也打开，把它再敞开，最后把2个揪揪挂进去，然后把这个锁呢扣在它的链条上。一个正常能拎出门的 Birkin 就出现了。它这个包背出门确实没有什么安全性可言，因为你想让它有安全性的话，开包的步骤相当的繁琐，就如刚刚所示。想让它好用的话，你就得像我这么给它放着，拿东西啊，各方面啊还是挺好拿的。但是呢，不仅你好拿东西的，贼估计也挺好往里面拿东西的啊。我个人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信仰产品啊，就或者说它有更实用的尺寸，但是我买的尺寸是一个信仰尺寸。从实用角度去选择一个包的话，可能我会去选择30或者35，更多于这
个 shoulder， 但是 shoulder 它难买啊 ，shoulder 它噱头高啊，所以它是有收藏价值的。所以这个包我买回来其实也是为了这个收藏价值，以及它足够新奇。因为这个颜色除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第二只，真开心。其实这个包有一点玄学的，它是有点带招财属性的，所以我给它取的名字叫发财黄。首先就是我买了没多久，它就疯狂的涨价，然后我找了一个人肉帮我把这个包从国内带过来。他回来有点无聊，想去赌场，在衣柜里看了一眼我这个包，就看了一眼，就摸了一下，然后当天赌场对筹码对了。7、8千还是8、9千欧啊！我在店里放了一小段时间的，那些天店里的生意都非常好。请大声告诉我这个黄是什么颜色？发财黄，发财黄。我的所有的包包呢，就是今天的这些。那么，就简单的跟大家唠一唠，今年毕业了。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？因为我爸妈断粮了，就是不给钱了呀，就发现其实生活没有我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自己也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优秀。喜欢的东西其实靠自己的能力并不能够100%的获得到。我今年就是去年，已经不是今年了，是去年开始就会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其实停滞的这段时间，一开始我是真的想完全的放弃拍视频这件事情。在停了之后，我会一直很想拍视频，我会一直想着做视频这件事情，我会一直回想我以前做视频特别开心的那些瞬间，我就觉得我不能放弃，就是觉得放弃了之后，我天天去想这个东西，就有点像是男人得不到白月光那种感觉，天天在那里念，把自己念成个废物。所以呢，我就有开始想要说重新做起来。在我现在下半年稍微整一个生意也好，自己生活也好，相对平稳一点的时候，我就重新从这一刻开始把视频拍起来了。然后呢，在这最后呢，给大家讲个好消息啊，我这老外婆啦，嘿嘿，九头生了个女儿，我这辈子没有见过猫生独生女的，九头生了个独生女，就一个，就是 solo uno。无论如何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啊！我就要再说一句这个话，欢迎大家又看到了我的这个视频。如果呢，你对今天视频里面任何一个包呢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请一定要留言给我好吗？就是你留言告诉我，慢慢的就安排起来，我就会单个把测评给做出来。或者你对包没有兴趣，你喜欢看我的一些什么内容的话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我希望可以在留言区跟你们多多的聊天的，拜拜，下个视频见，再见。